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当情人节来临时，各路明星也纷纷更新动态，有伴侣的晒伴侣，单身的就给粉丝送祝福。而万年单身的华晨宇，虽然每年的情人节都会更新动态，但却一贯是直男本性难改。2019年的2月14日，华晨宇甚至连情人节自拍都省了，直接转发了自己拍摄的封面链接，让粉丝既无奈又感到好笑。但这次花花的情人节祝福却让粉丝直呼太可了这个男人。许是有了2019年的教训，这回的花花显然聪明了许多。约定好的自拍如期奉上，而在简单的文案背后又蕴含了他独特的小心思。文案简单是华晨宇一贯的风格，仅有短短的节日快乐4字，但精妙之处就在于发文的时间点刚好是2月14日的13点20分。很多粉丝乍一看似乎想不通这是什么含义，其实是个谐音梗。2月14日13点20分翻译过来恰好就是情人节一生爱你的意思。而这次的节日祝福配图仿佛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以黑白为主色调彰显了花花低调的性格。她的头枕在沙发上十分慵懒，而向镜头前伸出2根手指，就像是在和粉丝打招呼。虽然只露了一只眼睛，但那个眼神啊，仿佛像是在深情地望着歌迷，妥妥的男友视角。当一贯直来直去的偶像开始制造小浪漫，最激动的大概就是一直盼着偶像发糖的粉丝们了。粉丝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，他的小心思我们都懂，这浪漫的男人真让人欲罢不能。其实除了是情人节之外，当晚也是歌手当打之年第2期播出的日子，因此敬业的粉丝们在感动之余，也不忘在评论区为华晨宇打榜，号召大家一起锁定华晨宇为大家带来的斗牛。在粉丝的眼里，这大概就是花花给他们最好的情人节礼物了。据悉，在歌手中，华晨宇将选择致敬周杰伦。虽然是首老歌，但我们知道，一旦一首歌被华晨宇接手后，那么一定能变得焕然一新。毕竟改编鬼才的名头可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华晨宇参加歌手可谓是状况不断。犹记得第1场时，花花连彩排都没来得及就直接上场，但却仍然带动了现场超燃的氛围，并获得了第1名。而这次的斗牛可是花花经过了充足的准备呈现给大家的作品，不知道还能否延续第1名的荣耀呢？虽然华晨宇每po文评论区都是女友粉居多，但花花的唱功也吸引着不少男粉丝，比如李佳琦。这位近期只要直播就能登上热搜的口红一哥也是华晨宇的粉丝。在2月13日的直播中，李佳琦直言被华晨宇圈粉了，自曝单曲循环了《寒鸦少年》10遍。而当带货王开始安利华晨宇直呼 Oh my god 的时候，像极了追星圈里的狂热粉。前几日《我是歌手》当打之年热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又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里。有很多观众疑惑，明明他已经不缺人气与资源，明明已经是歌坛人气正旺的新星，明明已经不需要用竞技比赛来证明，明明知道会面对诸多的议论，可他为什么还是来了？这次他带着一如既往认真的音乐态度，成为舞台上的焦点，他就是华晨宇。比赛的播出日是华晨宇的生日，这位一开始被诟病巨婴的男生即将迈向30岁。匆匆流逝的岁月里，那个仰望着尘埃的少年迎来自己的而立之年。歌手的舞台对于30岁的华晨宇来说早已经不陌生，2年前他曾经来过。华晨宇曾经在采访说过，他想让很多人看到他的变化。从他踏入娱乐圈的第1天，华晨宇就立下决心，每一年都要进步。采访中的华晨宇笑着随性从容。我是歌手的第1场节目，他选择了《寒鸦少年》，如同歌曲一样，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就是这么的酷与热血。每一次站在舞台上，华晨宇对音乐都保持最大的敬畏。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，华晨宇成长之路可望不可得，从一个不起眼甚至要被淘汰的怪宅男到重塑自我，成为流行音乐新星的过程，对于华晨宇来讲是必然的。因为你很难在歌坛中再找到这么一位奇怪人格魅力的偶像。现在的很多行业里都缺乏一种认真的精神，华晨宇就是一个认真的人。他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每天只吃泡面，但是必须要写好一首歌，唱好一首歌。潜心研究音乐的同时，有人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与音乐融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体，就好像是一个音乐疯子。
可华晨宇却说过，音乐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，生命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。一旦碰上了音乐，华晨宇就认真地融入到音乐世界里，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和使命，也是之前说的认真。认真是华晨宇有别于其他歌手的地方，保持认真的态度与对音乐的尊敬，让华晨宇在歌坛7年内与时俱进，不断地提升原创歌曲的质量与演唱水平。从之前华晨宇给出的答案可以看出，华晨宇是个非常通透的人。正如有的人评价华晨宇说他是个有着大智慧和大爱的人。华晨宇与很多明星不一样，华晨宇并不是要故意装成傻白甜的形象，我更理解这是他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。在寻求认真与形象的偏差中，华晨宇找到了另外一种沉浸自我的平衡方式。早期的华晨宇谈到自己的时候说过他童年的经历。华晨宇是单亲家庭，从父亲给他娶了个后妈的时候，华晨宇的生活完全变了。原本冷漠的华晨宇父亲变得开朗了起来，妹妹的诞生改变了父亲的性情，也让华晨宇更多思考自己。他说自己一点都不嫉妒妹妹被父亲爱，反而觉得自己的童年回来了。也许是因为他经历过于孤独，童年的父母离异让他没有安全感，华晨宇不愿意把自己的孤苦童年让妹妹经历一遍。他觉得妹妹能够得到父亲的爱，他看见也很幸福。华晨宇23岁的时候参加了快男的比赛，无论是 VCR 还是节目出题让选手按着主题来讲述自己，华晨宇都绕不开自己孤独的童年以及破碎的原生家庭。华晨宇说，他对于世界本能的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，所以让华晨宇说出自己那些孤独经历的时候，他也是笑着说出来的，尽管笑容中夹杂着一丝苦情。当时快男的许多工作人员对于华晨宇的评价都非常高，说华晨宇比赛的时候80%的时间都在练习唱歌，无论是在哪里，哪怕是吃饭也要哼几句歌曲。华晨宇知道快乐男声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都是一种捷径，对于华晨宇也是一个重要的通道，可以让他把自己的音乐分享出来，把自己认为好的审美的作品通过自己的演绎分享出来。华晨宇在快乐男声的比赛是华晨宇他的音乐人格定型时期，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面向众人的舞台。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讲，与众多粉丝与观众的第一面很重要，甚至直接能影响后续的事业发展。华晨宇没有流俗的刻意站在大众审美上，而是选择了一个个符合他成长经历、符合他内心孤独、符合他乖戾爆发的歌曲。人格魅力、个人魅力双双高，成为了华晨宇俘获粉丝的关键。看似不太会人际交往，也不善于表达的华晨宇，却在音乐的道路上找到了巨大的能量，这都成了华晨宇进阶的垫脚石。如果说快男舞台上的选手们实力不济，可当年所有热门选秀的歌手都过来比拼，华晨宇夺冠足以说明实力无需赘述。华晨宇因此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23岁登上了有的艺术家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舞台。2018年，华晨宇又做了一件大事，阔别比赛舞台5年后的华晨宇，早都已经是娱乐圈里的人气实力偶像。那些曾经跟他一样站在舞台上的歌手们都不知去向了，唯独只有他，也注定只有华晨宇作为一线的音乐偶像，引领着粉丝与听众的审美。歌手舞台可不是随便人都能上的，而华晨宇却年纪轻轻登上了，象征着音乐质量舞台质量歌手水准最高的歌手。而华晨宇在歌手里的选歌，更像是告诉听众，他这5年一直在进步，在一条幽暗的路里，他找到了那条最适合自己的幻想世界。在华晨宇的幻想世界里，有追求自我、忠于自我、投入自我的梦。仅仅2年后，华晨宇又回来了。歌手当打之年里的当打之年，是最适合形容华晨宇的目前状态。那些隐没了所有聚光灯与掌声的人生的华晨宇，如果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，而在竞技类音乐舞台上，这个年龄的华晨宇就是音乐国度里最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缔造者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